聂隐摇扇的动作一停，遂又流里流气地笑了。曾经是，那么现在是的不知又是哪位？你女儿的娘？任鹏飞面色微沉，干脆垂手不语。聂隐看他这般，摇扇子的动作缓下来，不由得轻哼一声：哼，任城主真是艳福不浅，红颜知己一个接一个。以今天这位来看，想必个个都美若天仙。聂公子在此，任某甘拜下风。任鹏飞可没有夸大其词，不管脱下衣服后，聂隐身上的伤疤如何丑陋，穿上衣服时，俊美的连男人都不禁怦然心动。走在街上，随随便便都能引来一场交通灾难。长相好，又能文能武，还有一身尽得知名乐师真传的情谊。出身富贾之家，却没半点富家公子的骄奢之气。这样的一个人，哪个女子不想要？只要他愿意，环肥燕瘦随他挑选。可是爱慕他的人虽多，他自己却从未有半点表态。和一帮狐朋狗友上青楼玩乐，从来都是发乎情，止于礼，并没有在哪位姑娘的闺房里留过宿。外面的人都传他是洁身自爱，可真实原因真是如此吗？此时听见任鹏飞这么一说，聂隐笑了一下，摇着扇子摇头晃脑前进，叹息叠声而出：可惜啊，可惜。至于可惜什么，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了。似乎对任鹏飞突然出现的这位红颜知己很有兴趣，一路上聂隐的话题总围着他转。比如他叫什么，他们是怎么认识的，方才他来找他又是为何，想约他过去一叙。有时候大家干出此地无银300两的事情，却往往不自知。看着聂隐一脸的不以为然，手中的扇子展开又合，合上又打开，速度频繁的让人不由侧目。尽管他面上的确掩饰得不错，略显稚嫩的行为却透露了他的心情。任鹏飞不知为何有些想笑，当然脸上丝毫没有表现出来，行为也相当得体。若说人精的话，聂隐要学到任鹏飞这样的程度，看来还得需要些时日。任鹏飞面容平静的逐一回答他的问题，话依旧简短。问到最后，聂隐手中的扇子一停，若有所悟的看他一眼：为什么你现在肯和我说这么多话了？先是一愕，遂才意识到他指的是谷底与如今的对比，可还是无言。一时之间他真的回答不出来。想想当年的确很少与他说话，除非心情好些才会说个一两句。聂隐看他陷入沉默，低头把合上的扇子一根扇骨一根扇骨慢慢拉开，好不容易扇面才终于完全呈现，上面画着寥寥几笔的竹叶干枝，在泛黄的纸上孤单摇曳，没有题词，也没有落款。啪，扇子蓦地合上，惊动视线不由自主随着他动作盯着扇子看的任鹏飞的心。也对，谁会和个不懂说话的傻子聊天呢？任鹏飞站在原地看他走远，张嘴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无话。今天聂隐被华夫人安排走亲访友，方才从一位得道高僧那儿出来。当年没找回儿子时，华夫人心情抑郁，便时不时上寺庙长跪祈拜，幸有这位大师不时开解，才能一直坚持，终于找回儿子。这次让他来，一是拜会这位高僧，二是替自己还愿。拜会完这位高僧后，任鹏飞记得接下来他应该是去古董店中挑选师傅蔡进的寿礼。蔡继久再过半月便是75岁的寿辰，尽管寿宴一如既往没有铺张，但身为他少有的弟子之一，聂隐并没有就此怠慢，知道他就好古董收藏这一口，便迎他的爱好
打算去挑选几样古玩。可聂隐闷头在前走，在路口停了一会儿，往古董店铺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去。跟着他走了很长一段路，最后见他径直走进了一个令任鹏飞有些却步的地方。尽管名称不同，但和蜀州的月银楼同属一个性质，烟花之地。这边踌躇不定，抬头却见聂隐的身影不知何时已然消失在大门内。想想自己如今的身份，任鹏飞终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进去。聂隐算是这家青楼的常客，但这次他不同其他公子哥一道，独自一人前来，让楼内的姑娘们喜出望外，皆以为他这回是真的看中哪位姐儿，想单独相会。可这回他们通通料错了，此次他独自前来是真，却不是想与哪位姑娘私会。老鸨笑容可掬地迎过来一问，这位浅笑顾盼的公子扇子一收，长臂一挥，豪气万丈。只要是这楼里的姑娘，通通给本少爷叫来伺候。等任鹏飞赶上来的时候，正看见他坐在这间妓院最大的雅间里，被一群浓香扑鼻、各色各样的莺莺燕燕围在中间，这边搂那边抱，好不快活。瞟见任鹏飞进来，立刻高呼道：“快来快来，看看高矮胖瘦，喜欢哪样的随便选，本少爷今天高兴出钱请客。”任鹏飞蹙眉要退，聂隐眼尖，振臂高呼：“哎，你们快去拦住他，知道他是谁不？把他伺候高兴了带回去，下辈子就吃穿不愁了。”任鹏飞脚快，被他的俊挺相貌缠得早垂涎3尺的一些姑娘们，再一听聂隐的话，动作更快，兔子一样直接就蹦了过来，把人截住。任鹏飞心生不悦，不只是因为聂隐此时竟得他那些狐朋狗友真传的流里流气的模样，还因为陌生人的碰触。以前虽然也不喜，但自万恶谷出来后，这种情况更严重，甚至连怀宁的接近也让他难以忍受。若不然，他不会就这么让怀宁离去。毕竟她是这么些年来唯一让他能交往这么久的女子。尽管再如何不喜，在内力尽失又怕手劲大些会伤害这些女子的前提下，面对这些见了他这般俊朗的男子，个个如狼似虎的烟花女子，任鹏飞真是无可奈何。不但被人扯进了屋内，不过片刻，全身上下都染上了这些女子们身上的胭脂香味。青楼的女子们侍候男子，个个极有一套，脱衣服的绝活更是少有人能比。任鹏飞都还没什么感觉，身上就只剩下一套白色衫衣。聂隐握着一只酒杯，原来还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，但见他身上的外袍眨眼消失，围在他左右的青楼女子看了他胸前稍露的麦色肌肤，个个迫不及待地把手摸上去时，手中的杯子顿时碎了，桌上的酒壶被狠狠砸在地上，野兽般凶狠的声音同时响起：“滚！”然后看着满屋子发怔的人，上前一脚就把整张圆桌踢翻。“听到没有？全给我滚出去！滚！滚啊！”眨眼功夫，偌大的屋子里就只剩下任鹏飞与他。聂隐像只暴躁的野兽，黑着一张脸在原地打转，见着什么踹什么。任鹏飞默默看他，不时伸手把粘在脸上的红色胭脂擦去。聂隐几次停下来想对他说什么，可一对上他一双一如既往幽沉淡漠的眼睛，不知怎么就更来气。最后还是他先承受不了，瞪着一双气得发红的眼睛吼道：“我在你心里是不是什么都不是？”许是太意外，许是太吃惊，又许是回答不出来。任鹏飞缓慢地垂下眼帘，继续沉默。聂隐走了过来，脚步不稳，撞上挡在前面的东西。他停在面前，任鹏飞屏着息在等，也许是痛骂，也许是一记重拳，
也许是什么力气穿过身体，可他只看到一双手微颤着想伸过来，却又迟疑地收了回去。反复2、3次之后，这双手更显得小心而畏缩。终于忍不住抬头，看见他咬住下唇，无助得像个孩子，还未来得及思考，这个人突然把额头靠在他的肩膀上，一道沙哑略颤的声音小声地传来：幸好你没说是。一直沉寂的心就这么被重重地敲了一下。聂隐谈生意办正事的时候从不避讳任鹏飞，相反偶尔还会把问题丢给他，问一问他的意思。聂隐的意思是，杜鄂城纵横中原数十载，任鹏飞功不可没，如此能人真的只做一名护卫便白白浪费了，能用即用。你就不怕我故意给出错误的意见？任鹏飞不相信他真就如此放心。聂隐笑道：不经考虑，凡事轻信导致出错，那是我的问题。任鹏飞自认不是个坦荡荡的汉子，却相当佩服敢做敢当的人。就因为聂隐这句话，在这件事上每次他都会认真思虑，谨慎回复。身为一城之主，尽管如今虎落平阳，但仍旧瑕不掩瑜。在生意方面，他的提议的确相当深刻且有用。然对于任鹏飞没有因2人私交上的间隙而故意使坏下绊，还能不时把自己对事情的见解倾囊盗窃，聂隐的确很是意外。一开始他情不自禁地往好的方向去想，心中几缕荡漾。可一日外出办事延误回府的时间不得不一拖再拖，直至夜深都未能动身。不经意瞥见任鹏飞眼底掩藏不住的思念时，聂隐才发现自己太异想天开了。他曾经问过华夫人，为什么要让任鹏飞把女儿也接进来住。华夫人回答，任鹏飞可不是外头的阿猫阿狗，他是虎，咬人的老虎，若未捏住他的软肋便妄想控制他，必会被反噬。而他的女儿便是他的软肋，他女儿明着是住进来养病，实质却是软禁。如此这般，任鹏飞才能乖乖听命行事。想起这段时日他的温顺，想起那日青楼里他们之间的宁静，想起他说出自己的见解时脸上近乎淡漠的平静，苦涩的味道便从胸口溢至口中，真是苦不堪言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女儿，从头到尾依然是他自作多情。第2日，任鹏飞去找聂隐，得知他在书房里一夜未曾回屋休息时，便走到书房门前，在门外停留一阵，才轻轻推开虚掩的房门。此时天色微明，他看见聂隐撑着额头坐在书案后面，整个身子沉浸在昏暗的阴影里。以为他还在熟睡，任鹏飞正欲退下，便听得一声沙哑声音说道：别走。放开手抬头看了不远处的人一眼，聂隐从身后的书柜里拿出一个盒子放在桌上。你过来看这个。说完，疲惫地把背靠在围椅上，合上一双带着血丝的眼睛。任鹏飞在原地顿了片刻，才默默走过去。桌上放着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锦盒，任鹏飞看不出有什么特别。当打开盒子一看，却不由愣住。静静躺在锦盒中的，正是当初在蜀州时为换回女儿的救命药材不得不交出去的那些弃纸。杜鄂城将近一半的土地和生意全在这个盒子里，厚厚的一沓，然只需看一眼，任鹏飞便能知道是什么。任鹏飞沉默良久，终还是把盒子盖回去，里头的东西一张未动。企图吞并杜鄂城，在城中设下暗棋，并买进药材，以你女儿逼迫你交出这些契书的事情，全是我指使人干的。聂隐闭着眼睛道。手从盒子上移开，任鹏飞淡淡道：
你娘曾说过，这些事情她才是主谋，与你无关。就算我把京城的人都杀了，我娘也会这么说。聂隐慢慢睁开眼，嘴边带着一抹似有若无的笑。所以任鹏飞一直没有完全相信，当初华夫人身在京城，很多事情鞭长莫及，并且在与幕后黑手较量的过程中，很多事情往往赌的就是谁下手更快，可明显对方总是更快一筹。若是在京城的华夫人，就算飞鸽传书，也不可能赶得及。但华夫人与这件事依然脱不了干系，毕竟一点一点吞并都鄂城，需要的权势与财富，非一般人敢想。若没有他鼎力相助，至少目前聂隐没有这个本事。这对母子都把事情推在自己身上。聂隐偏头看向窗外逐渐亮起的阳光。后来我用计引你来京城，便是想调虎离山。此时已经风雨摇曳的都鄂城，若再没有你亲自坐镇，要想拿下，已非难事。任鹏飞当初没有料到聂隐便是幕后主谋，尽管明白他一离开会让敌人有机可乘，但女儿命在旦夕，已经不容再拖延。衡量之下，终还是把一切都交给弟弟和亲信，选择北上京城为女儿求医问药。到了京城，意外察觉聂隐便是曾经的小江时，他才明白自己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。可当时也不能就这么回去，只好急忙写一封提醒的密信，掩饰成家书送返。现在尽管他人在京城，可通过来往书信，都鄂城如今的大小事情，他依然能够清楚了解。好比当初困在万恶谷时，托雅姑送信出去趁机安排城中事宜一般。相对那时万恶谷中的封闭，在华府他传送消息更为方便，所以人虽在此，却不代表他不知道都鄂城中发生的事情。也因此他知道一件事，那便是他以为会发生的事情一直没有出现。他给了弟弟以及亲信12万分的警示，并苦思应对之策。可接下来聂隐却像是失了兴趣一般，再没有对都鄂城采取任何手段施压。当初答应住进华府随侍聂隐左右，原因是为了女儿，可多少也存了这么点心思，想着能不能从聂隐这边探出些什么，以改变都鄂城敌暗我明的弱势地位。可从他进华府到现在，聂隐在处理都鄂城的事情上一直令他摸不着头脑。非但没有探出半点有用的消息，都鄂城那边也再没发生什么事情。正当任鹏飞百思不解时，聂隐便拿出了这么一个盒子。看见熟悉的东西，任鹏飞没有任何喜悦之情，心情不知为何反而更为沉重。等任鹏飞抬头去看聂隐时，才发现不知何时，他的目光已然落在自己身上，顺也不顺地望着。聂隐哑着声音认真地问他：任鹏飞，如果你女儿的身体完全好了，如果我把这些东西全还给你，并保证从此不再找都鄂城的麻烦，你会不会留下来？任鹏飞微愕，半晌无声。聂隐用力抓住两边的扶手，嘶哑的低吼：你说啊！任鹏飞垂在身侧的双手握成拳，望进他的眼睛答：不会。眼前那个人就这么呆住了，怔怔地望着他，视线落在盒子上，蓦地伸手去取回抓住，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。哼，是吗？不会，是吗？聂隐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，扯着唇冷笑。那我何必再顾及你的心情，给都鄂城留一条生路？到时候你是想走也走不了。说完，抱着锦盒便走。任鹏飞在他快走至门前时，开口道：聂隐，你是在逼我，
还是在逼你自己？回答他的是聂隐一脚把房门旁边的花凳一脚踢翻，栽着正盛开的墨兰的花盆倒在地上，碎成一片一片。想来今天是没什么事了，任鹏飞索性回去陪女儿。结果青青喝过药后正在休息，站在一旁看了正越长越俏丽的女儿，任鹏飞不由温柔地笑了笑，转身离开。爹，还以为是女儿梦中的呢喃，结果回过身一看，青青正揉着眼睛坐起来。爹吵醒你了？任鹏飞坐到床边，拾起挡在脸上的一缕长发，顺至他耳后。没有。青青能感觉到爹来了，所以醒了。还带些朦胧的眼睛看向父亲，露齿一笑，因为没有完全睡醒，模样中有几分慵懒，看得任鹏飞呼吸微滞。爹，在女儿疑惑的目光下，任鹏飞恢复了以往的神情，温和地笑着让他躺回去。爹没事，你好好休息，爹今天陪你。爹今天不用去办事了吗？青青的一双大眼眨了眨。爹，那你不用陪着青青了，快去休息吧，你看起来很累。任鹏飞的心微微发烫，浅浅笑，为他盖好被子，抚着他的小脸，片刻后若有所思的道：有一个人比爹还累。